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天生子宫发育不良，子宫壁比一般人薄，很难怀孕，怀上了也很容易流产。现在年纪大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又流过产伤了身体，以后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医生看着我的病历，也只能惋惜。我无奈地笑笑，摸着平坦的小腹，那里曾经也住过一个小生命。跑了那么多家医院，得出的都是相同的结论。事到如今，我也只能认命，我不会有孩子。陈俊知道了，应该会很高兴吧？我心里装着是走路不看路，撞到了人。我连连道歉，抬起头来看清被撞人的身后，却呆在了原地。我好像看到陈俊了，他正坐在候诊区，百无聊赖地玩手机，不时朝女厕的方向看一眼。我无暇顾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他看过来的前一秒，慌忙躲进洗手间。比起这个，我更害怕被他发现我在偷偷摸摸看不孕不育。过了一会，我也回过味来了，陈俊怎么会出现在妇产科呢？我犹豫着没上前，躲在一旁偷偷观察。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年轻的女生奔向他，他连忙接住，看样子好像还嗔怪了两声。我看着他抚摸女孩的肚子，看着他们笑得甜蜜，宛若一对新婚夫妻。是误会吧？我这么想。我靠近了些，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听到女生撒娇，问他要做爸爸了，高不高兴？他说高兴。他想要孩子想疯了。我坐在他们右后方，闻言背叛的感觉席卷全身，满是不可思议。我坐如针毡，只想站起来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听到他们提起了我，还有我曾经的孩子。我听到我的丈夫笑嘻嘻地说起他年轻时有多讨厌孩子，讨厌到偷偷把怀孕妻子喝的水换成了蝶豆花，还骗他是补身体的黑枸杞。听他说他老婆有多废物，竟然没喝几杯就真的流产了。听他说他有多失望，他想要孩子了，老婆却怀不上了。听他说老婆不能生，有外面的是能生的女人。听他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对我百般诋毁。我面无表情地坐在原地，生生揪断了皮包的提手，气血上涌。我的心被愤怒席卷，一片燎原。我恨不得冲上去把他们扒皮抽筋，啖其血肉。我只想问，究竟为什么？我和陈俊恋爱13年，结婚9年，从校服到婚纱。陈俊是公认的好男人，家务全包，工资卡上交，喝酒报备，没人不喜欢他，没人不羡慕我。这么多年，只有我大学的舍友有过不同意见。他说，恋爱期间给女朋友洗脚还发朋友圈的，不是真情种，就是心机，过犹不及。陈俊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对我好，这有点假，还有点可怕。毕业之后，他出国深造，我身边唯一反感他的人也不见了。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个持家好男人，我也是。今天之前，我一直全心全意地信赖他，结果就是我就被迎头暴击，亲眼见证我以为的感情深厚有多不堪。被背叛固然愤怒，但情分是真的。我更多的是不知所措，我该怎么办？要离婚吗？扪心自问，我爱他，很爱他，我不想和他离婚。如果他向我道歉，保证不再犯，我会原谅他。直到我听到了关于孩子的事。我和陈俊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结婚的第2年，我意外怀孕。陈俊对此非常不高兴，皱着的眉头就没松开过。他是铁丁克，很讨厌孩子，讨厌到路上碰见孩子都要绕着走。他表妹生孩子，我们去探望，他待了5分钟就脸色铁青，直奔洗手间，吐了个昏天黑地。
他说小孩身上有股奶腥味，他闻了就恶心。和他不一样，我一直很喜欢小孩子。我以为我们的孩子对陈俊来说会是特殊的，但是并不是。他讨厌所有的孩子，无论是不是亲生的。他沉着脸说我们养不起孩子，希望我尽早打掉。我很犹豫，我无比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我俩一度闹得很僵，甚至到了要在他和孩子中二选一的地步，僵持了几周。最终打破僵局是因为我流产了，没有任何预兆。我在睡梦中失去了我的孩子，我崩溃了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好在没了孩子，陈俊又变回了那个好老公，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让我心下稍安。他甚至愿意放下他的丁克情节，承诺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没忘记过我的孩子。我无数次责怪自己，要是我再小心一点，就不会滑胎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我知道了自己子宫发育不良，我又无比怨恨自己。如果我能争气一点，如果我能早点检查，也许就不会发生意外了。我没怪过任何人，只怪自己不小心。结果陈俊说，困扰我多年的心结全是他亲手造成的。他用蝶豆花泡水冒充黑枸杞，哄着我天天喝，活活喝到流产。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做母亲的机会，因为他的一己私欲，就这么被扼杀了。我为此愧疚至今。这个疯狂刽子手现在还能笑着说他上了年纪想要孩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指甲深深掐进肉里，痛苦唤醒了理智。我当然可以冲出去大喊一声抓小三，他们扭打在一起，质问他们，痛哭流涕。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徒增笑柄罢了。我见过不少例子，闹得沸沸扬扬，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哪怕闹到对方公司，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最多给个不痛不痒的小处分，然后该升职升职，该发财发财。我不是小姑娘了，我知道正义不是等来的，正义更不会偏心苦难者。我如果想要报复，就必须将他们一击即溃。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要轻举妄动。我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上了一辆迈巴赫，我记下车牌号，放弃自己的车，提前叫了一辆出租等在门口。出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我指挥着司机远远跟在他们身后，同行车辆渐渐变少。我让司机师傅下个路口右转，和他们分道扬镳，绕路到目的地守株待兔。我果然没有猜错，南景秀苑本是新兴的楼盘之一，风景秀美，和环境成正比的是惊人的房价，不是我们那套还供着房贷的三居室可以比拟的。陈俊，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当天晚上陈俊没有回来，我没有戳破他的谎言，和往常一样，表现得像个一无所知的傻子。如果说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福尔摩斯，那么准备离婚的女人可以直接参加通灵之战。在医院，我从显示器屏上看到了那个女人的名字，袁林。我有种直觉，我会在网上找到惊喜。我转战各大平台，尤其是那些酷爱深扒博主底细的平台。这么做确实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我有足够的耐心，就算大海捞针，我一定要捞到那根针。4个小时后，一个起底网红恋情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找到了他了。袁林，网名奶服小林，是个有着5万粉的女主播。因为豪和老公的甜蜜爱情，还曾小出圈过。以此为线索，我找到了更多的扒皮贴。她今年22岁，高中没毕业就去混社会当网红了，很长时间一直没起色，中途甚至消失了几年。直到前年，她突然回归大众视线，
样子变了，还多了个有钱又宠她的老公。老公是她的榜一大哥，似乎对她情根深重，送车送房送包，还都写得她的名。她因此多了不少追随者，嗷嗷叫求着她出教程，教大家怎么搞定有钱人。我一口好牙差点咬碎，我他妈房贷都没还完，她去给别人买大别墅。大别墅，我深吸一口气，才克制住自己一拳把电脑屏幕打碎的冲动。我关注了他的账号，从最早一条微博开始翻，边看边思考。我确定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但是如何实施，我仍旧没有头绪。我承认我有偏见，看他怎么都不顺眼，但我不打算改。我越看越暴躁，这人设简直就是大杂烩，一会是知心傻大姐，一会是无知少女，一会是汉子，一会又变成小女人了。她话太密，嘴又碎，屁大点是连发5条微博，光是她老公给她买别墅的事就发了500多条。开心了要晒，难过了要晒，吃饱了要晒，吃撑了要晒，没吃饱还要晒。香槟桶少冰都要发条路沟吐舌的微博，背景就是陈俊送的大别墅，这矫情劲，天王老子来了都得翻白眼。妈的，最烦装逼的人！别墅全是别墅，知道狗男人送你大别墅还写你名了，闭嘴吧！我翻了个白眼，深深觉得自己该歇歇再看。满屏的别墅对我不好，等等，写他名字的别墅，刷微博的手顿住。我突然意识到我灯下黑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弄死那对狗男女，反而忽视了整件事最违和的地方。陈俊哪来的钱买别墅？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怀疑过陈俊的真心，除了我脑子有坑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俊一直上交他的工资卡，卡绑定了我的手机号，他的每笔消费我都会收到短信，他的工资都在我这里，我都买不起大别墅，他哪来的钱？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请问，一个家境贫寒的中年男人，有可能在上交全部工资的前提下，用合法途径背着他老婆攒下千万身家吗？这太荒唐了！我结婚9年的丈夫，我的枕边人，瞒着我从一个铁丁克变成了孩子他爹就算了，现在他除了是个渣男之外，还可能是个法制咖。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这猜测让我毛骨悚然。我应付不来，急需帮手，于是我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我没有去查陈俊，一个可能挪用公司巨款的人，不可能被一个小小的私家侦探查出端倪。陈俊戒心太重，贸然去查，一定会打草惊蛇。所以，我选择了园林作为突破口。万一被发现了，我也可以用搜集出轨证据来掩饰，一切就还有余地。陈俊自己很小心，但对这个情人却没那么小心。他花了10多年的经营了一个10家好男人的形象，他的名声好到他老婆。我目睹他和女孩一起出现在妇产科，第一反应不是出轨，而是误会。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他会乱搞男女关系，只要不找到园林，就没有人会怀疑他有污点。10年谋划铺垫，枕边人都一无所知。我要是他，我也会放松警惕。园林呢，实在太高调，照着他微博照片露出的背景信息去查，一查一个准。我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资料，越看越心惊。只是明面上暴露出来的资产，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最要命的是，所有的豪宅豪车都登记在园林的名下，所有的钱，所有的事，陈俊都不经手，全走园林的账户，把公司的钱揣他兜里。一旦东窗事发，还不上钱，园林一定进局子。陈俊却还有转圜的空间。此等心机让我毛骨悚然，换个人下
都要吓死了。袁林还在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有猫腻。我看也别走什么禁欲风了，禁欲比较快，抓到把柄的兴奋过去，没由来的恐慌席卷了我。我拿着这些资料，只觉得烫手。我慌忙通知私家侦探暂时收手，切不可打草惊蛇。做完这些，我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自查。园林的事提醒了我，我害怕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手过赃款。好在没有，陈俊真的把家庭收入和违法所得分得很清，外头的钱一毛都没带进家门。这样的防备，我都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我老公敛财几千万，我被蒙在鼓里，他在外头挥霍，我守着他的死工资过日子，生怕一不小心败家，玷污了他的血汗钱。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了很久很久，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我一定要报复他们，我不会莽撞地拿着这些资料直接到公司检举，但是我不能确定他有没有同伙。我知道他挪了公司的钱，但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打草惊蛇，这些苍蝇和老虎一定会扑上来吞吃我的血肉。因此，在时机到来之前，我只能忍耐。我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以及寻找盟友。我蛰伏伺机而动，静待反击的时机。这一等就是1年多，久到这对见经的孩子都出生了，还在等。孩子的出生分走了陈俊所有的注意力，也让他露出了更多的马脚。他日常心不在焉，我又刻意纵容。他的不对劲已经严重到我周围的人都悄悄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他日渐马虎，我也终于弄清楚了陈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都知道，境外公司和单位在国内不能独立招人，必须通过外服或者指定单位。陈俊他们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做这个中介，这也导致公司到底有多少员工，没人知道。他们公司本身实力雄厚，总部和分公司职员众多，每天还有数不清的派遣工办理入职或是离职。陈俊这个混蛋就利用了这个漏洞，他用园林和他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然后将这些银行卡纳入了本单位的财务支付系统。他把这些银行卡都伪装成他们公司的员工，定期打工资和福利待遇。他很小心，开始只是1、2张，后来一直没被发现，助长了他的胆量。孩子的出生激化了他对钱财的欲望，一张又一张的银行卡进入了公司的财务支付系统。截止至今，他累计放了30多张银行卡，一共从公司掏出了几千万。我会发现这件事，倒不是我多聪明，实在是他太飘了。陈俊借遍了他和园林那边所有的身份证，没身份证可借了，但又不满足于现有的财富，于是动了我的歪心思。他半夜偷我身份证，被留了个心眼的我逮了个正着。他打哈哈敷衍了过去，我假装不知，无心地夺走身份证，打了个哈欠，劝他早点睡。我后半夜一直没睡着，脑筋转得飞快，在我这碰了壁。他爸妈的也都借过了，借无可借，终于露了马脚。他用园林的护照去开户办银行开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用护照开户，他养孩子把脑子养傻了吧？我能明显感觉到，不只是他，园林也越来越坐不住了。最近我在陈俊衣领发现唇印的次数明显上升，甚至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避孕套。也是，孩子都生了，房车也有了，甚至都共同犯罪了，怎么可能不贪心想要更多呢？让我惊讶的是，她又怀孕了，多拼啊！生完宝宝没几个月就又怀了。可惜，连我都知道陈俊不可能和她结婚的。他经手了陈俊所有的赃款，最开始办证的身份证就是他的。
陈俊把她娶回家和告诉所有人他陈俊有鬼有什么区别？他敛财的手段隐蔽，但不见得有多高明，财不外露，漏了财，他们公司要是有人查他，一查一个准，所以不可能的。至于陈俊，他还是老样子，在家当10家丈夫，在外当他的榜一大哥。夜晚，我安静地依偎在他的怀里，他对我最近的温顺很满意，他感慨我变了好多。我问他哪里变了，他说舍得花钱打扮自己了。我问还有呢，他说变得更加温柔体贴，更爱撒娇，像个小兔子，更讨人喜欢了。我笑了笑，依旧温顺，并不反驳。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会哭的女人有钱花。能和老虎同床共枕的兔子，怎么会吃素呢？兔子不装柔弱，怎么咬死老虎呢？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过去，终于，我等到了最好的时机。陈俊最近格外忙碌，他可能要升职了，不过不是铁板钉钉，还有2个人一起竞争这个岗位，其中一个资历经验都不如他，另一个则格外难缠，2人互相厌恶，斗得难舍难分。当陈俊在家无意中抱怨妈的那个死女人怎么这么难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盟友找到了，他叫邵景瑞，陈俊的敌人，我的朋友。邵景瑞能力资历都在陈俊之上，似乎板上钉钉。但是他生完2宝还不满1年，陈俊在这里时间更长，培养了自己的支持者，不可小觑。2人斗得旗鼓相当，据我观察，他俩绝不可能是一伙的。5年前，她初次怀孕的时候，陈俊趁明里暗里给她使了不少绊子。他当众嘲讽过她不如回家伺候老公，还趁她休产假，挖走了他团队的核心成员。邵景瑞之前甚至还实名举报过陈俊，可惜证据不足，陈俊没事，他自己还被约谈了。算算日子，可能就是因为那次举报，陈俊找了园林，自己再不经手，虽然举办无果，但2人的梁子就此结下，愈演愈烈。我们的目标不完全相同，他的敌人是陈俊，这就够了，没有比他更适合来当这个揭露者的人了。我来的话，所有事情扯上感情，都容易变味。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谋，如今也到了收网的时候。错过这次机会，我很难再找到一个能和陈俊旗鼓相当打擂台的人了。于是我弄来了他的电话，约他见面。本以为至少要3顾茅庐，没想到他直接问我要了时间和地点。当天他准时出现，这是个很干练的女人。我俩相顾无言，互相打量，按兵不动。我沉默着把一份资料推给他，他也不问，接过就看。良久，他抬头看我，问出了会面的第1句话：“你们不是夫妻吗？他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正百无聊赖地搅着咖啡，闻言不可思议：“我有什么好处？”我情绪激动，气急反笑。我一个普通的可怜女人，老公从公司掏了几千万，送小3厢车宝马大别墅，我连根毛都没见到。你问我整垮他有什么好处？我收起笑意，正色道：“他不好过就是最大的好处。”听完，他并没什么反应，继续看资料，没人说哈，又安静了下来。我默默平复心绪，又过了一小会，他似乎看完了，合上了资料。我安静等着他的回应。他展颜一笑，冲我伸手，我也笑了，2只手握在一起，合作愉快。邵景瑞的效率非常高。1周后，一则帖子横空出世，空降热搜。园林本身就很高调，知道他名字的就一定知道他有个有钱老公。不少人对他的炫富行为不满，质疑一个打工的为什么能过得这么奢侈。他一概咬死老公是高富帅，家里有钱补贴，信的有，不信也有。
扒他的帖子越来越多，我不介意再加把火。我没事干就给他买个1800的粉。每逢数据好或是惹了争议，推广买粉营销号那是一条龙服务。1年多，我成功把他从5万粉喂到了20万。这下扒他的人更多了，他们从他有意无意透露的信息中推测的8、9不离十。他们推测，老公姓陈，不到40，500强企业，职位不低，但可能并不是高富帅。他们甚至从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和出差频率筛选出了陈姓老公可能从事的职务。我对网友的细心和闲出屁表示由衷的钦佩。恰逢前段时间全平台显示 IP 地址，乘着这股东风，网红奶服小林扒了个底找天。根据现有信息，在全国搜寻定位可能很困难，但是具体到省，工作量就小得多了。世界上那么多的人，总有1、2个和陈俊有过业务往来，还碰巧爱上网冲浪的。当然，我也找人浑水摸鱼，明里暗里帮他们排除了不少错误选项。奶服小林晒别墅的时候照到过陈俊的侧脸，虽然秒删，但还是被有心之人截图保存。闲出屁的网友还真靠着各种蛛丝马迹和半张侧脸找到了老公，通过多图片全角度的对比，确认老公和陈俊是同一个人。然后他们就开始扒陈俊。好巧不巧，1个月前，陈俊应邀参加了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中，他亲口讲述了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小伙变成成功人士。贴主似乎是本市人，有点人脉，还贴出了陈俊上学时领取贫困生补助的证明记录，铁证如山，无法反驳。网友还在深扒，他也没有任何可以赚大钱的副业。陈俊不是高富帅，那里头的猫腻可就多了。文末，贴主还爆料，他找到了陈俊和妻子的大学合照，似乎和网红奶服小林不是同一人。尽管照片很模糊，但是还是能看出陈俊的妻子是圆脸杏眼，黑色长卷发。同一时期的奶服小林是瓜子脸欧式大双，短发，漂染了浅紫色，外貌可以作假，身高没办法。照片中的女人身材高挑，合照目测竟身高165，而奶服小林是众所周知的1.5米小矮子。最出卷的一条微博就是她和老公的最萌身高差，我对此并不意外。事实上，那条微博的出圈有我的助力，否则1.7米和1.5米之间的身高差有毛好出圈的。1年前的布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起了作用，令人愉悦。光是想想陈俊现在有多么的焦头烂额，我就心情舒畅，皮肤好的像打了全套热玛吉。网上的舆论还在持续发酵，陈俊彻夜未归，网友的自来水加上邵景睿的推波助澜，送这对狗男女在热搜高位出道。我一觉睡醒，陈俊还没回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就算舆论拿他没办法，邵景睿也不会容许他遮掩过去。他们是对手，在猎物断气之前，捕食者绝不会松口。时机、舆论，共同的敌人，强有力的盟友，胜利之星注定在我头顶闪耀。陈俊颓势已成定局，我更关心园林的动态。他的狠厉和决绝总是出现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陈俊未归的第2天，嗅到危险的他直奔医院，二话不说把孩子打了。打完孩子，他半点不休息，买了机票丢了孩子直接跑路。不知道该夸他聪明呢，还是骂他蠢呢？明知道陈俊的钱来路不正，还心安理得地卷了赃款跑路，这是生怕监狱不收他呀。第3天，大别墅被申请查封，豪车被扣押，他的银行卡也被冻结。
拖着刚流产的身体到处跑路，又没有钱，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呢，也在被请去配合调查了，托陈俊的福，我的财务状况一目了然，干干净净，不曾沾染半分赃物。很快调查完毕，我可以回家了。只是出远门需要报备。又过了差不多1周，我去见了陈俊，主要是和他提离婚。陈俊一夜沧桑，真像个囚犯了。他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6万8的表演课终于派上了用场。该说不说，贵有贵的道理，哪怕胃里再翻江倒海，面上也绝无半点狰狞。刻意练习过的眼泪珠子一颗一颗的掉，哭得梨花带雨，哭得我见犹怜，哭得肝肠寸断。被背叛的痛苦，对他的担心，对小三的痛恨，对未来的茫然，拿捏得刚刚好。我不出道，都是娱乐圈的损失。报这课的初衷，完全是为了锻炼面部表情。我面对陈俊时，总是控制不住满脸狰狞，还反射性想吐，看上去就和他有仇。没想到在这里也派上了用场，至少现在，我看着即将锒铛入狱的丈夫，哦不，准前夫，对我满心愧疚的样子，身心舒畅。他越是后悔，我就越是快乐。我让他知道了袁林打了孩子跑路的事，他把对我的愧疚全转化成了对他的憎恨。我作壁上观，看他们狗咬狗，更快乐。他让我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他的余生也会被蒙在鼓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真正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1年后，等红灯的时间，手机响了。我看了眼，便收起了手机，拔出萝卜带出泥。这场耗时许久的大案终于落下帷幕。他们钱都花了，当然还不上，只能去蹲大牢。卡被冻结，又刚流产，袁林当到老家就被当地公安局守株待兔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见了警察掉头就跑，没跑出5米，自己摔了个倒栽葱，然后被一个跟他有真正身高差的警察叔叔当场制服。该说不说，他点儿是真背，正好摔得脸着地。事实证明，人造的脸还是不抗造。我也是一次知道硅胶鼻子被撞真的会变形。这下禁狱风真禁狱了。可惜监狱里没有整容医生，他不能继续修修补补了。哪里都不缺好事的人。袁林的变形大头照传遍全网，因为太过搞笑，还成了表情包，风靡一时。恭喜袁林到达了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了真顶流。他和他的硅胶鼻子注定要成为整治直播文化的一大里程碑。至于陈俊，他和袁林狗咬狗的戏码真是让人百看不厌。我搬家之前，每当心情不好，我就去监狱看看他，看完他我心情就好多了。感谢6万8的表演课，我的哭戏完全大爆发，哭得陈俊心甘情愿净身出户，哭得他坐牢还在给我写忏悔书。感谢前夫哥的多年防备，我受到的影响和看到他进监狱的舒心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嘴上说的好听，一定会照顾好他妈，把他和小三的孩子当亲生的。离婚证一拿，我出了门就翻脸，和他老死不相往来。反正口说无凭，虽然袁林很烂，但我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一点，那就是跑路要趁早。我把房子挂牌出售，车子折价转让，带着存款和我爸妈也跑路了。他们爱咋咋地，我是绝不可能接手这烂摊子的。听说陈俊用了不少他和袁林亲朋的身份证办卡，他们现在全堵在他家要说法。听说我那刻薄的前婆婆的房子也是陈俊用公司的钱买的，房子被查封拍卖了，他被赶出来了，一直看不起我，侮辱我不会下蛋的他，还试图找我给他养老。
可我早跑了，他找不到人，又被人讨说法，焦头烂额。最后，这个老太太自己也跑路了。陈俊在里头可能还很疑惑吧，为什么我们都不见了？不过，这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我的美好生活才刚开始呢。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我在食堂被变态袭击了，那人大喊了一声“老婆”，直接扑上来抱住了我。我瞪大眼睛，嘴比脑子反应快，脱口而出：“窝草！”下一秒，我直接条件反射给他来了个过肩摔。由于动静过大，吸引了不少围观的同学，其中就有我的死对头方锦锦。方锦锦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你完了，他可是校长的儿子，要是摔出个好歹，你家里种的那几亩地，怕是都不够赔的。”哈，校长的儿子在学校兼职当变态。我朝地上看去，就看到校长的儿子痛苦地躺在地上，小脸通红，皱巴成一团，眼角挂着泪珠，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老婆，不是你说在学校看见你了就可以抱抱的吗？你为什么还摔我呀？”完了，给孩子摔的都说胡话了，得赶紧给人扶起来去看看。这要是摔出个好歹，我爸恐怕又说我薅他的香菜地了。结果没等我去扶，我自己却一个不小心磕到了餐桌角上，刚因甲沟炎拔了指甲的脚趾头受到了2次伤害，疼得我一边哀嚎一边单脚蹦。校长家傻儿子见状，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麻溜地从地上站起来，背着我就往校医室跑。一边跑，他还一边回过头问我：“老婆，你疼不疼啊？”我都疼成痛苦面具了好吗？我没把校长儿子摔出个好歹，倒是把自己磕得不轻。原本已经开始结痂的大脚趾被我磕得又渗出了血。为了防止感染，需要上一些消炎的药。校医给我上药的时候，我直接疼出了杀猪叫。校长儿子见状走过来，直接抱住了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像哄小孩似的哄我：“不哭不哭，一会儿就好了，乖哦。”他的声音很温柔，似羽毛一般轻抚着我紧绷的神经线，但并不管用。我该疼还是疼，甚至疼的指甲紧紧地抠着他的胳膊，他却还温柔地安抚着我：“老婆乖，不疼的，马上就好了。”不疼，我直接一把给他推出半米远，眼泪汪汪地瞪着他：“这么疼你还说不疼？”这个时候才发现校医已经给我上好药，正在包扎了。随后我反应过来什么，又说：“我才不是你老婆，你认错人了。”这话我早就想说了。校长儿子扁了扁嘴，委屈地说：“不是你说让我叫你老婆的吗？你怎么发脸不认人啊？”一脸懵逼：“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老婆了？我都不认识你。”校长儿子一脸受伤：“你是没看上我吗？没开2度？”我看傻子似的看着他，人长得白白净净，身高目测也有1.85米，怎么脑子瓜兮兮的？不会真的刚才被我给摔坏了吧？校医给我包扎好，要走的时候被我叫住：“要不你再给他看看？”我怀疑他刚才被我摔坏了脑子。校长儿子突然就生气了，气鼓鼓地看着我：“原来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只是看中了我的钱。”我没开3度，这话说得更莫名其妙了。我啥时候看中他的钱了？见我没说话，校长儿子眼泪簌地落了下来，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就是喜欢我的钱。说完，他哭着跑开了，像极了小说里被男主欺骗得知真相的女主角。我直接心态崩了呀！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呀？喂，你别走啊！他停下了。我又说：“能不能把你说的这些解释清楚再走啊？”他跑得更快了。我真的是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除了我还是我。最后我是一瘸一跳回的教室，刚坐下，方锦锦就非常讨人厌地问了句：“怎么样，赔了几亩地？”
上次无语还是在上次。这个方锦锦一直拿我当假想敌，什么都要跟我比上一比，最后发现别的比不过我，就一直把我家是种地农民工挂在嘴边。我并不觉得家里是种地的很丢人，倒是他动不动就提，搞得我很反感。让你失望了，我家1亩地都没少。方锦锦脸上一僵，随即看了看我的脚，得意笑开。虽然校长的儿子没事，不过看你好像挺有事的，有点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很想扇他2耳光的。方锦锦看着我捏紧的拳头更嚣张了，欠欠地凑了过来，看样子你很想打我呀，你打呀。这时方锦锦的一个小姐妹也过来凑热闹，锦锦姐的爸爸可是学校投资方，你要是真的敢打锦锦姐，别说你毕不了业，就连你家那几亩地怕是都没得种。我盯着那小姐妹的死鱼眼，语气毫无温度。你说我不敢打她，敢不敢打你？死鱼眼吓得后缩了半步，秒变结巴。你敢打？你看我敢不敢？死鱼眼秒怂，缩在方锦锦后面没动静了。方锦锦还想说什么，奈何讲课老师到了，只好悻悻回到自己座位上。上课时，我总是莫名想起校长儿子，觉得他的行为举止很怪异。直到几天后，我又在食堂碰到他，他似乎是在食堂门口蹲我，看见我后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骗子，还钱！仙女疑惑，这校长儿子该不会真的不正常吧？大骗子，快把钱还给我！他的声音并不小，引得不少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看向我。好巧不巧，方锦锦又在一旁看戏。徐若若，没想到你居然穷到骗别人的钱了。他这话一出，更让人觉得我是骗子，对我议论纷纷。我真的要原地炸裂了，崩溃地问校长儿子：“你到底是谁派来搞我的？我都不认识，你怎么就骗你钱了？”校长儿子都快要哭了，声音带着哭腔：“明明就是你骗我的感情，还骗我的钱，现在还不承认？”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我特么什么是骗你感情又？等等，骗感情？”校长儿子委屈地点点头。对，你欺骗我的感情，说你很穷，穷的都要吃不起饭了，让我给你转钱吃饭。我满头问号，我啥时候就穷的吃不起饭了？我家里有1000亩地，怎么就穷的跟人哭穷骗钱过日子了？你确定是我骗你感情，又骗你的钱？他点点头，非常笃定。我确定，就是你。你叫徐若若，家里是种地农民，新闻系，住女寝402号。我沉默了，他说的全对，可我确确实实不认识他呀。他以为我不想还钱，拿出了手机，看，你的照片和转账记录都在，你别想耍赖，快点还钱。好家伙，手机都杵我脸上了。我往后退了半步，就听到他说：“你说了，这些钱以后我们结婚了会当作彩礼的。”我现在的表情就像是那个黑人小哥。方锦锦嗤笑：“徐若若，这种骗钱理由你都说得出口？”我更沉默了，认真地看了手机上的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照片确实发的是我的，但也确实不是我。前后4次转账，每次都是5000块的数额。看完后，我把目光转移到校长儿子的身上。他长得还挺帅的，皮肤很白，五官清秀，睫毛极长，关键是长了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奶奶的。我想不通，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能这么轻易的给人转那么多钱过去？难不成颜值是拿智商换的？那他咋考上大学的？我很认真地问他：“你很有钱吗？”问完发现我也傻了，校长的儿子怎么会没钱？校长儿子一听，防备地看着我：“你问这个干什么？不会又想骗我吧？”
方锦锦这个时候又跳出来补了一刀：“这你看不出来吗？他分明是觉得你好骗，想继续从你身上捞钱。我真是服气，这个方锦锦不说话能死吗？”我真的生气了，怒对他：“方锦锦，你是不是有病？不进去吃饭，老站这干什么？”方锦锦见我生气，笑得更欢了，恼羞成怒了：“是我在这影响你骗钱了？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男朋友给我发个红包转个账，怎么就骗钱了？你不也炫耀有人天天给你发大红包吗？”我不理他，他真拿自己当菜了。方锦锦脸僵了一下，又说：“那我也比不上你。”我毫不客气地再次回怼：“确实，你给人的备注是备胎，我的是男朋友。”校长儿子一听，眼睛都亮了，随即又暗了下来：“你是不是真的又想骗我呀？这模样像极了一只可怜的大狗狗。”我直接回答：“当然不是。”说完，我拉着他就走：“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报警，到公安局跟警察叔叔说明情况。2万块钱属于诈骗，金额较大，很快就立案了。”原来校长的儿子叫冷彦书，是因为之前见过我，就找学校表白墙，想要我的联系方式，所以才被骗子找上。提交转账和聊天记录后，我拿到了立案回执。冷彦书知道自己被骗后，脸色很不好，也可能是因为警察叔叔说了他一句：“小伙子看起来挺聪明，怎么还能这么容易就给人转那么多钱？”他当时脸都憋红了。出来后，冷彦书欲言又止，好几次想说什么都没说出来。我实在没忍住，就问他：“你是不是想说什么呀？”他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憋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又骗我，是不是？”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明明骗你的是那个用我照片和你网恋的。可是你刚刚明明跟别人说我是你男朋友。他撇了撇嘴，又说：“而且我当时问你是不是又骗我，你说当然不是。”我看着他委屈极了的样子，着实觉得他好可爱。我点点头：“嗯，然后呢？”“然后你就带我来报警。”我觉得没毛病啊，本来就是啊，骗你的人又不是我，我为什么要背那个锅？他眨了眨眼睛，委屈极了。所以你说我是你男朋友，就是单纯的想让我跟你来报案。噗，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笑了笑，问他：“你是真的喜欢我呀？”他愣了一秒，点点头，耳朵间肉眼可见的泛红了。“嗯，他真的好可爱。怎么办？”我突然想恋爱了，于是我跟他说：“那我们试试。”他又愣了一下，呆呆地看了我好久。“真的吗？”我点点头。不过你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老婆了。他点点头，直直地看着我，眸色中澄澈光亮，如同黑夜中闪闪发亮的星辰。“那你可以叫我一声男朋友吗？”我微微歪头，笑着说：“男朋友，要一起去吃饭吗？”他点点头：“要。”“那我们现在去吃饭。”“好。”说完，他偏头看向我：“那我们这算是第一次约会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算。”然后他就问我：“那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约会啊？”讲真，他问这个的时候模样憨憨的。之后我跟他约定了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和时间。结果那天我等了他好久，他都没来，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感觉被人玩了，第一次约会就被放鸽子，我很生气，发微信给小姐妹出来撸串，我请客。小姐妹收到，位置发来，我烧烤街。发完我收起手机，朝着烧烤街走去。路过一个巷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几个混混在欺负一个男生，男生蜷缩着身子躺在地上，几个混混对他拳打脚踢。我本来就有火气，听着男孩的呜咽声更是烦躁的不行，低头看了看甲沟炎的脚，今天特意没穿拖鞋，
犹豫片刻后，我咬着手腕的上皮筋，伸手去拢特意打理过的头发。扎好头发，我活动了一下手腕，朝着巷子里走。刚走到一半，就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住手！”这个声音有点熟悉。随即一个混混破口大骂：“你他妈谁呀？你说住手就住手！”巷子有点黑，我就看到一个身材挺拔的男生上去制止混混，3下5除2就把其中一个放倒。“你他妈谁呀？多管什么闲事！”说完，另外2个混混一起上，想教训一下这个多管闲事的人。那人动作很快，干脆利索地再次放倒2人。混混见状不妙，爬起来就跑。我站在原地，目睹了全过程。看完觉得他确实多管闲事，本来英雄救美的应该是我，倒被他抢先了一步。而且他的声音倒是有一点像冷艳叔的。那人再向我走来，等他走近，我借着巷子口昏黄的路灯，看清了他的脸，居然真的是冷艳叔。我喊了他一声：“冷艳叔！”他身形顿了下，似乎没发现前面有个人。当他看向我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他的眼睛变成了金色的。“冷艳叔，你的眼……”没等我说完，他突然大步走过来，抱起我，亲上了我的嘴巴。事情发生得很快，我根本没反应过来。等我睁大眼睛，就看到他轻颤的睫毛，泛红的皮肤，嘴巴的触感软软的，很烫。我顿觉一股热意涌了上来，心跳逐渐加快。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下一秒，冷艳叔突然推开我，扭头跑了。这一刻，我清晰地听到有什么东西咔嚓裂开，直到冷艳叔的背影在巷子尾消失，我才后知后觉，脱口而出：“卧槽！”上一刻小鹿乱撞的心跳变成现在死人一样平和。我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冷艳叔，你他妈有种！”我真是气炸了，等一晚上都没等到他一个解释，气得我直接把他拉进黑名单了。没想到第2天他居然来新闻系找我：“若宝，你怎么把我拉黑了？”我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他怎么好意思这么理直气壮的呀？我冷冷地看他一眼，不想理会。他委屈脸：“若宝，你别不理我好不好？我可以解释的。”“那你解释吧。”我支着脑袋看他，他顿了下，眨巴了好几下眼睛。就是，他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我静静地看他表演，他憋了好一会儿，脸都憋红了，才说了句：“就是我当时是有事情，我真的有事情。”我点点头，语气平淡：“嗯。”然后呢？他有些急了，眼睛泛红，巴巴地看着我。然后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了好不好？讲真的，他这个样子真的让我很难不心软。头发软趴趴地耷拉在额前，一双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我，再加上可爱的娃娃脸，憨憨的模样真的很戳我。姐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下次不会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吗？若若宝贝，对不起吗？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冷哼一声，故意吓他。第一次约会放我鸽子，完了你还那样，原谅不了。他一听都快哭了，眸子瞬间蓄上水意。那怎么办呀？这个时候，方锦锦跟她的小姐妹从外面回来，见状阴阳怪气说了句：“又在欺负你的小男朋友啊！”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方锦锦扬高声音，嗓音尖锐：“骗人家的钱还不够，现在又给人欺负哭了。徐若若，你还真是厉害呀！”我一点也不生气，甚至觉得他像个小丑。倒是冷艳叔一听不乐意了，直接站起来回呛他：“才不是，若若没欺负我，是我自己做错了事，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方锦锦显然不信：“你不要被他骗了，
他家里是穷农民，看你有钱想骗你而已。啊！我心底泛起冷笑，似乎只有这一点能让他在我这找到一点存在感。我刚想冒火，就听到冷艳叔说：“农民怎么了？没有农民种粮食，你能长这么大吗？再说了，我乐意让若若骗，他一直骗我才好呢。”方锦锦突然语塞，最后说了句：“我看你真是没救了。”我狠狠地动容了，被人维护的感觉真好。站起身，拉着他出了教室，走到走廊，冷艳叔突然拉住我，我刚转身就被他抱在了怀里。他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若若不气，我们不跟那种人一般见识，他就是想从别人的身上找到优越感，我们不要跟他生气。”噗，他真的太可爱了，整个就是一只小绵羊，让人整颗心都热乎乎、暖融融的。我没生气，他放开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你还生我的气吗？”我突然生了想逗弄他的心思，长吟片刻后，还有一点生气。哎，怎么办？那你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我现在开始追你好不好？我故作思考，随后傲娇地说道：“也行。”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之后每天早上，冷艳叔都会买好早餐给我送到宿舍楼下，奶茶、小零食几乎没断过，也会中午问我有没有想吃的饭，提前排队给我打好。晚上会给我打语音电话，放音乐，讲故事哄我睡觉。一个朝气蓬勃又有点粘人的小绵羊，我很难不心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后，我的心房已经快要尽数瓦解。然而这个时候，我被挂在了学校论坛网上，标题很醒目：校长儿子被迫被人当备胎。里面的内容直接写了我的名字，说我骗冷艳叔的感情，还骗他的钱，拿他当备胎，天天跑腿让他送这送拿，不要脸什么的。当天下午，辅导员让我去找他。等我找到辅导员后，他又带着我去了校长办公室。站在门口的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心也悬空着。我进去后，校长双手交叉坐在老板椅上，指着对面的椅子说：“徐若若同学是吧？先坐下，我想跟你谈谈。”我战战兢兢地落座，满脑子都是小说里男主爸不同意男主和女主在一起，私下找女主的劝分大戏。而且冷校长上来就直入主题，问我是不是骗了冷艳叔。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大气不敢出一下，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他不会让我毕不了业吧？我舌头打结，结结巴巴说：“我没有。”冷校长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压迫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平时我看到他还觉得他很亲切，现在真的觉得他好严肃，好可怕。别紧张，我就是想询问一下你关于论坛上的事情。救命，我能不紧张吗？腿肚子都在打颤。我顶着压迫，老实说，我没有骗冷艳叔，上面的内容并不是真的。其实是我在追若若。冷艳叔突然开门进来，我顿时觉得救星来了，暗暗松了口气。冷艳叔走到我身边，跟冷校长说：“我都说了是我在追若若，你还把他叫过来干什么？吓到若若怎么办？”冷校长一秒变脸，嘿嘿笑开：“我就是想问问若若同学对你有什么想法，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冷艳叔把我护在身后，都还没追到手呢，被你吓跑了怎么办？说完，他拉着我就走。被拉着走了好远，我脑子都是空的，没反应过来刚才都发生了什么。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电话突然响了，上面显示公安局向您来电，请接听。我接通后就听到警察叔叔说：“徐若若是吗？你之前报的诈骗案，我们已经有结果了，并且已经找到诈骗的人了。麻烦你现在来公安局一趟。”
我立马和冷彦书赶到公安局，看到审讯室里的人时，我一整个惊讶住，真的是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他。甚至我怀疑过方锦锦都没怀疑过他。警察叔叔指着里面戴着手铐一直痛哭流涕的死鱼眼说：“就是他，用你的照片网恋诈骗。你们提供的微信号是他用手机注册的小号，上面的实名认证也是他用的别人的。我们根据他的 IP 地址在你们学校找到的他。了解情况后，我点点头，询问警察叔叔可不可以进去看看他。警察叔叔说可以。我跟着冷彦书进去，死鱼眼情绪变得很激动。徐若若，徐若若，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你别报警好不好？求求你，别让警察叔叔抓我好不好？超，这是什么迷惑发言？他激动地搬着椅子，金属手铐碰撞发出响声。徐若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用你的照片骗人，我求求你，撤案好不好？我会坐牢的，我真的会坐牢的。我心如止水，很平静地说：“受害人不止我一个，你应该向冷彦书道歉。”他立刻把目光转向冷彦书，瞪大眼：“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欺骗你，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求求你，不要让我坐牢好不好？”冷彦书和我的态度一样，你骗我钱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这一天，成年人就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说的没错，成年人了，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想到后果的。死鱼眼见状突然癫狂了，他疯狂地拍打的桌子，发出刺耳的声音。旁边的警察叔叔敲敲桌子，厉声道：“老实一点。”死鱼眼顿时老实不少，他看着我，眼神极度怨恨。凭什么？凭什么？明明和他聊天网恋的人是我，我只是用你的照片而已，凭什么他就喜欢你？我去找他，想告诉他和他聊天的是我，我才是喜欢他的。结果他没听我说完，就跑去找你。徐若若，你凭什么呀？我心底泛起冷意。你管我凭什么？你骗人还有理了？冷彦书握住我的手，没错，你骗人还有理了。再说我本来喜欢的就是若若，是你用她照片欺骗我的。死鱼眼冷哼一声，直勾勾地盯着冷彦书。你以为他喜欢你吗？他不过是家里穷，看你有钱罢了，他比我也好不到哪去。我笑了，我家里穷。死鱼眼面容狰狞，难道不是吗？你家里不就是种地农民吗？你知道我家里有多少地吗？1000亩。我自问自答。死鱼眼瞳孔微震，怎么可能？我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小丑，平静地说：“从大一你就捧高踩低，跟着方锦锦一起嘲笑我家里穷。我爸妈是种地农民，差不多2年了。我除了觉得你们素质低下，是真的懒得理你们。”说完，我拉着冷彦书离开审讯室，又跟警察叔叔道谢。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打算去找方锦锦论坛的事，8成跟他脱不了干系。回学校的路上，冷彦书总是看向我们牵在一起的手，时不时的还会捏2下我的手，捏完还总会嘿嘿的偷笑。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他憨憨的模样我看得一清二楚，发觉他真是越来越可爱了。走到一半时，他突然偏过头问我：“若若，我现在算是转正了吗？”我看着他，眨巴了几下眼睛，故作思考。那我可得好好想想。我诚心逗他，他也看得出来，撅着嘴巴晃着我的小手撒娇：“若宝，你先给我转正，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会加倍对你好的。”我心里偷笑，嘴上却傲娇地拖长音调：“那也行吧。”他一听高兴坏了，直接把我抱了起来。好家伙，头一次觉得1.9米的视野这么开阔。他抱得很稳，
甚至还转起了圈圈，开心的神色带着流光溢彩的吸引力，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阳光又耀眼。我被转得有些晕，刚想说让他放我下来，他就已经把我放下来了，而且很快地转过身子，背对我掏出手机，有点慌张地说：若宝，我突然想起有急事，你先自己回学校好不好？我问：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事情要去做。行，那你去吧。那你一个人回学校注意安全，有事给我打电话。他说话的时候也没转过头，我听着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真以为是有要紧的事情，也没想多，就看着他直接跑着离开了。回到学校后，我找到方锦锦，质问他论坛上的东西是不是他发的。方锦锦看了看周围准备看热闹的同学，不打算承认。徐若若，你有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条帖子是我发的？我认定了就是他，直接说行，我去找冷晏殊，他是当事人，又是校长的儿子，查那个账号肯定很容易。方锦锦见我这么说，脸色一白，索性招了。没错，就是我发的，我只是看不惯你欺骗别人，我一点面子也不想给他留，当着同学们的面说，你家住海边吗？你管这么宽，我是骗你了还是怎么着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直拿我当假想敌，你看我拿你当对手吗？周围一片哗然，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方锦锦被对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你骗人还敢这么理直气壮？我声音扬高，掷地有声，我还就理直气壮了。你敢理直气壮地说你评比系花的时候没有找人刷票吗？这么长时间了，你处处都要跟我较劲，背后造我谣，当面嘲讽我，我都不跟你计较，我当是你大算，你真以为自己就是盘菜了？方锦锦一时语塞，脸上色彩丰富。这时我爸突然打来电话，接通后我习惯性地点开免提，喂，徐若若，你怎么回事？老爸，你在说什么？老爸，我闲得无聊，翻你们学校论坛，看到上面说你欺骗校长儿子，还把人当备胎，是怎么回事？我扶额，爸，你没事看我们学校论坛干嘛？老爸厉声说，帅哥的事情你少管，你先说你为啥骗人钱？我之前给你转的20万花完了吗？同学们倒吸一口凉气，方锦锦的眼睛里也出现一条裂缝。我无奈极了，耐着性子解释，老爸，我没骗人钱，是有人用我的名义诈骗，我已经报警，警察叔叔也把那个诈骗犯抓起来了。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又骗人钱又骗人色呢，吓得我又给你转了20万。这下同学们更震惊了。方锦锦的表情又变了几分，我弱弱地问了句，你给我转这么多，不会又要天天念叨我薅你香菜地吧？嗨，今年香菜涨价了，咱家那1000亩的香菜分500亩让你随便薅。我嘴角微抽，老爸，你该不会真的让我放假回家薅香菜吧？我爸接下来的话让我崩溃，那肯定的呀，我工钱都付给你了，感情先给我转20万，是想让我回家薅香菜啊？话锋一转，他又把话题绕了回来。我看了论坛上的那个小伙子，挺不戳的，还是校长的儿子。你要是能带回来一起薅香菜就更好了。这操作跟网上那些骗人回老家拔花生掰玉米挺像的。挂断电话后，一个同学问我，若若，你家里种了1000亩的地啊？我点点头，是。事实上，我家里的地并不是在一个地方，是我爸个人喜欢吃香菜，就研究香菜种植，在全国各地都设了香菜养殖地。同学不由发问，那你之前怎么不说你家里种了这么多地啊？说这个有意义吗？我是来上学的，又不是来干别的。
他们又开始小声议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方锦锦。方锦锦脸色挺难看的，面子上多少有些挂不住，却还在试图挣扎。你说你家里有1000亩，别人就信啊？我还怀疑是你故意接这通电话演戏给大家看呢。话音未定，支付宝提示音响起，支付宝收款20万元，打脸来得飞快。这下他的脸上彻底挂不住了。我适时提醒他，不过说到诈骗，你不好奇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小姐妹去哪儿了吗？方锦锦问。她去哪儿了？她就是那个真正骗冷艳书钱的人。方锦锦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用你照片网恋诈骗。我没再说话，刚坐回自己的座位上课，老师就进来了。下课后，我给冷艳书发视频，接通的那一刹那，我似乎看到了她金色的瞳仁，只是她当即就转换成了语音通话。我没看真切，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怎么了？她的声音很低，有些哑，语气也小心翼翼的。没事，就是问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没处理好。她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听着很紧张，呼吸也很重。我皱了皱眉，问道：“冷艳书，你是生病了吗？”没，她回得很快。我更疑惑了，觉得她很反常。可是我听你的声音很不对劲。我没事的。我刚想再问什么，她却突然说：“若若，我又要去忙了，先不说了。”没等我反应，她就把电话挂了，然后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没事，别担心，明天我就去找你。”几天后，我和冷艳书开始了在一起后的第一次正式的约会。冷艳书很重视这次约会，看了很多攻略，但因为我们第2天都有课，最后只选了去附近特别火的情侣餐厅打卡。之后又订了时下热度很高的电影票，他很兴奋，跟我说了很多地方，说下次一定带我去。到电影院，他又让我在休息区等他。我看着那个先去取票，又跑去买爆米花的阳光大男孩，真心觉得他就是个宝藏，可爱、干净，有些青涩，又充满活力和热情，不拈花惹草，还那么喜欢我。我都有点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拯救过银河系了。似乎察觉到我在看他，他冲着我比了个大大的心。噗！我忍俊不禁，又可爱又幼稚的大绵羊，真的戳中了我的心巴。很快，他就捧着爆米花冰可乐奔我而来，恰好也到了进场的时间。他把爆米花递给我：“若宝，你拿这个，可乐太冰了，先不给你。”我接过爆米花，找到相应的位置坐下。电影开始后，我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看着电影。我们的手并没有像电影里面那样抓爆米花的时候碰到一起，他却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勾住了我的手指，看着2个人勾在一起的小拇指，我心里甜丝丝的。慢慢的，从勾手指变成了10指紧扣。电视里突然出现了男女主情动亲吻的画面，很应景的，前座的情侣也亲在了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我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手紧了紧，呼吸似乎也急促了几分。不只是他，还有我。我表面风轻云淡，实则心里早就土拨鼠叫了，甚至还有点期待冷艳书能主动亲我。结果他居然松开我的手，站了起来，头别过去说：“若若，我去趟厕所。”我愣了下，呆呆地点头。哦，好。冷艳书走后，暧昧的气息轰然散去。过了很久，他都没有回来，这让我感到很奇怪。电影快到尾声了，我没再继续看，提前离场，顺着标注找到卫生间，站在男厕门口犹豫了一下，小声喊了一声：“冷艳书，你在里面吗？”没回应。我又试探地喊了一声：“冷艳书。”几秒后，
我听到一声呜咽，随后听到冷艳叔在里面结结巴巴地说：“若若，我在。”他的声音有些低哑，而且还发颤，听着不太对劲。我担心他，就问冷艳叔：“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肚子不太舒服，我有些着急了。”“那怎么办？很严重吗？”“没事的，若若，要不你自己先回学校，好不好？”我愣了，没料到他会说这个。“不行，你不舒服，我怎么能抛下你？”我看了看周围，犹豫了下，还是决定进去看看他。我顺着隔间看到只有最里面的门是关着的，就敲了敲门。“冷艳叔，你在里面吗？”冷艳叔惊呼一声，变得有些紧张。“若若，你怎么进来了？我很担心你，反正现在也没人，就想进来看看你。”他有些着急地说：“我没事，你快出去，快出去。”我皱了皱眉，想到他前几天也有这种反常表现，沉声阐述：“冷艳叔，你很反常。”“我没有。”他的反应很激烈，让我更觉得不对劲。我猜他根本就不是肚子不舒服。“冷艳叔，你没有肚子不舒服对不对？”“不是的，我是真的不舒服，只是……”他顿了下，声音小了几分，“只是不是肚子，是别的。”“是什么？”我追问。“若若，别问好不好？”我从他的语气里居然听出了恐慌。我沉默了2分钟后，我对着卫生间的门说：“出来。”冷艳叔没出声。我看了下手机，那场电影快结束了，到时候肯定会有人上厕所的。我又说了一遍：“冷艳叔，出来，否则我立马就走，以后再也不理你了。”我威胁他，他一下子就慌了。“不要，那你现在开门出来。”他犹豫了一下，说：“那先说好，我现在的样子可能有点吓人，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而且你不要跟我提分手，好不好？”“吓人？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还是答应了。“好，你现在出来吧。”冷艳叔又在里面磨蹭了一会。我有些不耐地踢了下厕所门，就听到冷艳叔说：“呜呜呜，若若你好凶，少卖萌，赶紧出来！”当冷艳叔打开门，我惊呆了，他的眼睛居然变成了金色，白皙的小脸通红的。“冷艳叔，你这是怎么？”“我话还没说完，他突然扑上来，夺走了我的呼吸，未说完的话被咽了回去。那一刹那，我感觉一股热意向我涌来，最后将我包围。我眨巴了几下眼睛，看着冷艳叔近在咫尺的长睫，嘴唇正在体会前所未有的感觉。就在这时，他却又突然推开了我，我猝不及防，后背磕到了墙上，我痛呼一声：“啊！”反应过来的我意识到冷艳叔又把我推开了。卧槽！亲到一半把人推墙上，这谁能忍？我凶巴巴地瞪向冷艳叔，有些生气。“冷艳叔！”冷艳叔朝我走了一步，又退了回去，神色纠结难耐，嗓音似乎更沙哑了。“若若，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就亲了你。”“那你又推我干嘛？”他挠了挠头，小模样委委屈屈。“我怕你生气，所以就……这理由，你亲都亲了，亲一半给人推墙上，我就不生气了。”冷艳叔喘着粗气，又后退了好几步，脸似乎也更红了。我顾不上生气，想上去看看他怎么回事，他就用手挡在前面说：“若若，你别过来，我真的会控制不住的。”我看着他现在的样子，还有那双金色的瞳眸，很严肃地问：“冷艳叔，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顿了下，又说：“你该不会得了什么怪病吧？”冷艳叔摇摇头：“不是的，我这个不是病的。”他呼呼喘气，胸脯一起一伏，他侧过身子，有些局促地站着，手紧紧地抓着衣角。“若若，我是不是很吓人呐？”
倒也没有，就是那双金瞳太透彻了，十分扎眼。不是，但你要跟我说清楚，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一大哥从外面走了进来，看见我脱口而出一声“卧槽”，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冷晏殊，有些怀疑地退出去看了看门上的提示牌。我脸一下子就红了，趁这个空子，赶紧抓着冷晏殊离开南侧。到门口，迎面又撞上一个男生，男生的表情和那大哥无异。我拉着冷晏殊刚跑进楼道，就被他从后面抱住，灼热的气息喷在我的皮肤，耳根隐隐有发烫的感觉，心跳也逐渐失了频率，乱了方寸。冷晏殊蹭了蹭我的脸，嗓音沙哑：“若若，怎么办？我真的会控制不住。”我扒开他的手，脱离他的怀抱，扭头问他：“什么控制不住？你究竟怎么了？”冷晏殊眼尾红红，撇着嘴巴说：“我控制不住想抱你，想亲你。”轰！我脸更红了。我知道，我们才刚在一起，我不应该这样的。可是我现在这个时候是真的不太能控制住。说完，他又贴了上来。我推开他，有些崩溃。所以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冷晏殊隐忍又挣扎，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若宝，要不你先走，我明天再跟你解释好不好？最终，我还是不忍心丢下他，决定先送他回家。在商场买了一副墨镜给他戴上，随后我叫了辆出租车。他刚开始还一直贴着车门坐，没过多久就一点点贴到我身边，一边黏黏糊糊说着自己控制不住，一边紧紧地抱着我。司机大哥看了都摇头。我闹了个大红脸，下车的时候司机还调侃我：“小男朋友多少有点粘人了。”何止是有点，他刚说完，冷晏殊又凑了上来，像只八爪鱼。若若，贴贴！我一把推开他，羞愤极了。还贴？赶紧滚回家去！他再次贴过来，抱着我，蹭了蹭我的脸。我不要回家，我要若若，要个鬼！说完，不经意往冷晏殊家的别墅看了眼，吓得我心肝一颤。冷校长不知道啥时候站在了门口，我的妈呀！我赶紧搬开冷晏殊的胳膊，躲得远远的。眼看着冷晏殊又要扑过来，我吓得直接朝冷校长跑了过去。冷校长，快救救我！若若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别的了，躲在冷校长身后，满脑子全是那句：“你不要过来呀！”冷晏殊快跑到冷校长面前的时候，就听到冷校长咳嗽了2声。冷晏殊站住了脚步，摘下了墨镜，露出金色的眼睛。爸，冷校长，你先上楼。冷晏殊看看我，还是乖乖的进去了。等冷晏殊走后，我从冷校长的身后走出来，微微弯腰。那校长，我也走了。等一下，他急忙叫住我，又说：“我叫你若若可以吗？”我点点头，可以的。冷校长露出慈祥的笑容：“若若，上次是我有些唐突了，在这向你道个歉，希望没有吓到你。”我惊慌失措，赶紧说：“没事的，校长您别这么说。”随后冷校长问我：“你难道不想知道晏殊这样是为什么吗？”我老实回答：“说实话，我是好奇的。不过他说明天会告诉我原因，那就让他自己告诉你吧，我就不管了。”我点点头：“那我就先走了，校长再见。”冷校长微微合手：“路上记得注意安全，我还有事不能送你了。”回到学校，我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冷晏殊变成金色的眼睛。一大早他就打电话喊我一起去吃早饭，我下楼就看到他的眼睛又变了回来，迫不及待让他给我解释。他挠挠头说：“其实我昨天那种情况是家族遗传来的。”我惊呆了，家族遗传？他点点头，耐心地跟我解释：“对，因为我的家族祖上
有金铜墨蛇的血统，所以我家族的人到18岁后就会出现易感期。易感期阶段会……他突然停住了。我发现他的耳朵似乎有泛红的迹象。会怎么样啊？他眼唇咳嗽了2声，慢吞吞地说：“易感期阶段会出现情欲高涨、同人变金的现象。”我更震惊了。所以你昨天……这下他的脸也红了。他别过头，不自在嗯了一声。我吓得直接挪开好大一步，防备地问他：“那你现在恢复正常了没有？”冷艳书撇撇嘴：“若若，我直接打住，不许撒娇。他昨天那个粘人的样子，我是真的有点招架不住。我现在是正常的呀，你看我的眼睛就知道了。”我松了口气：“那就好。那你这个什么易感期多长时间一次啊？正常就是1个月一次。”我又问：“不正常的呢？”他又咳嗽了2次，吞吞吐吐地说：“不正常就随时都有可能。”突然，我想到那次在巷子里，似乎也看到了他金色的眼睛，以及上次视频，算下来3次加起来都没有1个月。我瞪大眼睛：“那你现在……”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对，我现在就是跟你在一起，动不动就会惊。”我吓得扭头就跑。我逃，他追。若若，若若，我一边跑一边说：“既然你跟我在一起就会这样，那你可得离我远点。”他昨天那副样子可太粘人了，简直就是一只缠人的八爪鱼。冷艳书，不要，我不要。说着，他停了下来。我以为他不追了，也停了，结果就听到他委屈又低落的声音：“若若，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他站在原地，低垂着头，咬着嘴唇，像一只可怜又无措的大狗狗。我心间狠狠一颤，长舒了口气，走了过去：“我没有不喜欢你，就是我们才刚在一起，你那个样子我有点适应不了。”他抬眼，湿漉漉的眼睛对上我的：“真的吗？”“真的。”他双手抓着我一只手，扁了扁嘴：“那若若，不要让我离你远点好不好？我真的好喜欢若若的，我想每天都看见若若。讲真，他这个样子真的太犯规了。”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踮起脚，揉了揉他的头发：“我们可以每天都见面，你要克制一下。如果出现易感期，就要离我远一点，这样行吗？”他想也没想，就连连点头：“嗯嗯嗯，我全都听若若的，若若最好了。”他漾着笑，深邃黑亮的眼，漩涡似的，轻而易举就能让人沦陷进去。我是真的喜欢上这个阳光大男孩了，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很轻松，很快乐。不过他粘人也是真的，只要一没课，他就会立刻去买一些奶茶、小零食什么的来找我。我没课的时候，就会和他一起出去玩；有课的话，他就会乖乖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听课。我一直以为冷艳书是一只温柔又阳光的小绵羊，直到这天，我看到打篮球的冷艳书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贴在身上显露出来的肌肉轮廓时，我才发现它竟然还是一只朝气蓬勃、隐藏的小狼狗。它撩起球服下摆擦汗，露出线条分明的6块腹肌，我眼睛都看直了，只觉得有些口渴，不着痕迹地别过头，吸了一大口手里的奶茶。转过来时，就听到他超大声地喊了一声：“若若，我想喝奶茶。”球场上的人都闻声看向我，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低着头，拿着奶茶朝他走去，心里想：只要我看不到，尴尬的就不是我。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冷艳书大喊了一声：“若若，快躲开！”我抬头，大惊失色。一只篮球直直地朝我飞了过来，我心脏骤然一缩，大脑一片空白，忘记躲避。篮球越来越近，千钧一发之际，冷艳书朝我飞奔而来，
在我准备闭上眼睛，做好被篮球砸的时候，冷艳叔瞬间把我护在了怀里，篮球生生地砸在了他的背上。我真的被吓坏了，眨巴着眼睛，好半天没缓过劲儿。冷艳叔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安抚受惊吓的我：“没事了，没事了，若若不怕。”他的声音都是颤抖的。我知道，刚刚那一刻，害怕的不止我一个。等我缓过神，才想起他被砸了一下，紧张地询问他：“阿燕，你刚刚是不是被球砸了？没事儿吧？”他摇摇头：“我没事儿，若若才是主要的。”呜呜呜，他真的让我很难不爱。那你疼不疼啊？可疼了呢。我又紧张起来，刚想带他去医务室看看，就被他一把抱在怀里。不过若若抱抱我就不疼了。我微微叹息，我还真是拿他没办法。不过很快我就把他推开了，抱一下就够了。你现在易感期可越来越频繁了。我发现他易感期频发，每次都是在我们亲亲抱抱的时候，甚至有次只牵牵手嘟。这时辅导员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死鱼眼的父亲来学校了，非要见我，不见到我就赖着不走。辅导员问我能不能去见他一下。辅导员知道死鱼眼诈骗的事情，面对他的父亲也确实有些为难。我不想辅导员因此困扰，就答应去见他。冷艳叔是另一个受害人，也是我的男朋友，自然和我一起去。死鱼眼的父亲面相有些凶，上来就指着我的鼻子质问我：“你就是徐若若，你为什么要报警抓我女儿？”我人都傻了，受害者秒变行凶者。冷艳叔伸出胳膊护着我，死鱼眼的父亲又来了一句死亡质问：“你说话呀！你为什么要报警抓我的女儿？为什么一定要让她坐牢？”我都笑了。叔叔，我麻烦你搞清楚，是你女儿用我的照片去诈骗，我才是受害者。冷艳叔在一旁附和：“没错，明明就是他先骗我，我们才去报警的。”死鱼眼的父亲见状，把注意力转向冷艳叔：“你就是校长的儿子？”冷艳叔点点头：“对，我就是另一个受害者。”死鱼眼的父亲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上去抓住冷艳叔的胳膊，眼睛瞪得很大：“你是校长的儿子，你那么有钱，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报警？你是不是想毁了我的女儿？”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简直刷新我的三观。冷艳叔冷眼扒开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2万块钱已经不是小数目了，你女儿是个成年人，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是别人想毁了她，是她自己毁了自己。我爸是校长没错，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为什么被骗了不能去报警？”他显然一副没有听进去的样子，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跟他说些什么。扭头走出没多远，他又追了上来：“不许走，你们不许走！”他伸出手拦住我们。冷艳叔下意识站在我前面，我的心里顿时暖乎乎的，只觉得自己找了个宝藏男朋友。死鱼眼的父亲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们不许走，跟我去公安局撤案。我女儿不能坐牢。”其实来的路上我就想过，他找我无非是想要我去撤案，当时心里也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我态度坚定，不可能，他触犯了法律，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说完，我和冷艳叔绕过他就走，结果他突然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试图拉我去公安局撤案。冷艳叔直接男友力拉满，拉开他带着我就走。走出好远后，他才停下来看我被抓得发红的手腕，他心疼坏了，非要带我去校医室。我抱住他，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安抚他：“好了，我哪有那么娇气？不过什么？不过我发现今天我男朋友特别帅哎。”他傲娇地轻哼了声：“你男朋友哪天都帅得好吧？”我
是，我男朋友哪天都帅。放假后，冷艳叔真的跟我回老家薅香菜了。我妈很喜欢他，对他简直比对我这个好长时间没见过面的亲女儿都热情。倒是我爸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你真把他带回来薅香菜了？”我憋笑道：“不是你让我把人带回来一起薅香菜的吗？”我爸不淡定了。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谁能想到你真把人骗过来了呀？你老实跟我说，咋忽悠人家的？多少有点无语了。老爸，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扎心了，就不能是他主动要来咱家薅香菜吗？老爸听完，伸头看了看冷艳叔，捂着嘴巴问我：“这小伙子真的那么喜欢你，主动来咱家干活？”更无语了。爸，他是我男朋友，你不会真的让人家去大棚薅香菜吧？那肯定了，既然是你男朋友，那就是我未来女婿，以后是要继承我这1000亩香菜地的。我嘴角一抽，你都不问问人家，就让人家继承你的香菜地？我爸两眼一瞪，声音放开：要是不能继承我的香菜地，那这个男朋友你就不要再谈了。家人们，我突然不知道独生子女是好还不好了。冷艳叔一听直接过来了，一副要哭了的表情：“叔叔，你不要让若若和我分手好不好？我是真的很喜欢若若。”我爸直接就问他：“那我问你，如果你和若若结婚了，愿不愿意以后和他一起继承我的香菜地？”冷艳叔头点的跟捣蒜一样：“愿意，能和若若结婚，我什么都愿意。”我欲哭无泪，我都不知道他这样算聪明还是傻，就这样被我爸套路了。我爸见状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趴在我的耳边说：“闺女，这小伙子能处，有香菜地他真愿意继承。”我第一次叫男朋友回来，爸妈都对冷艳叔很满意，我妈更是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本来按照我爸的习惯，是会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小酒的，结果今天破天荒的没有喝。我本来还感到意外，结果他吃完饭就拉着冷艳叔去了香菜大棚，还说要亲自教冷艳叔怎么薅香菜。看来我爸也是真的很喜欢冷艳叔。快过年的时候，冷校长打来了电话，问冷艳叔要不要回去过年。结果冷艳叔居然以我还要薅香菜拒绝回家。除夕那天，我爸妈和冷校长通了电话，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冷艳叔的家里，两家人在一起很融洽，还顺便把婚事定了下来。冷艳叔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因为一赶期躲进了屋里，没能和我一起回我家，为此他还难过了好几天。后来呀，我爸妈经常把“你能遇到小燕这么好的孩子就偷着乐吧”挂在嘴边。一毕业，他们就和冷艳叔的父母筹备起了婚礼。番外，冷艳叔视角，第一次见到徐若若是在奶茶店，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低着头咬吸管的样子真的好可爱。我看得有些愣神，他不经意抬头，视线与我接壤的那一刹，我心跳得飞快。第一次，我体会到了怦然心动的感觉，犹豫了很久，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求助了学校表白墙。结果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主动找上了我。看到他发给我的照片时，我真的很激动。刚开始和他聊天时，我总是很紧张，生怕说错话会惹他不高兴。后来他说他有点喜欢我了，当时我真的好开心，甚至兴奋的一晚上都没有睡。再后来，他说他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钱了，知道父母辛苦，又不好意思跟父母要，于是我想也没想就给他转了5000，也根本没有想过他会骗我。那天我在食堂看见他是真的很激动，没想到他直接给了我一个背摔，我真的疼坏了。
但是看到他不小心磕到脚疼哭的样子时，我的心脏狠狠地抽了下，顾不上别的，背着他就往校医室跑。看他疼得眼泪汪汪，我也跟着难受。结果他居然跟我说他不认识我。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中，碎裂开来。从医务室跑出来后，我一个人走了很久，满脑子都是他没有看上我。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一遍遍地看着我和他的聊天记录。看到我给他转的账时，我想着，既然他不喜欢我，那就去把钱要回来。我在食堂门口等他，让他把钱还给我。他说根本不知道什么钱，我以为他不想承认。拿出了我给他的转账记录和他的照片，他却在这个时候说我是他的男朋友。那一瞬，我狠狠地颤了一下。我问他是不是又骗我，他说没有。我一下子又活了过来，结果他居然带着我去了公安局。我才知道，原来我被人骗了，是有人用他的照片和我网恋，骗了我的钱。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挣扎了很久，还是问他跟人说我是她男朋友，是不是又在骗我？他笑了，问我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他。我点点头，是的，我是真的喜欢他，很喜欢的那种。他居然提出要和我试试，我简直太激动了。又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和若若第一次约会，我既兴奋又期待。我特意弄了头发，穿着选了很久的衣服，一路上我满脑子都在想他。偶尔，嗨，也会出现一些春心萌动的画面。于是我光荣地触发了易感期。我的祖上有金铜墨蛇的血统，所以家族的人一到18岁后就会出现易感期。易感期1个月会出现一次，期间会情又高涨，眼睛也会变成金色的。我一下慌了，害怕他会看到我这个样子，害怕他会因此不喜欢我，躲在一旁看他站在路口焦急地等我。给我打的电话我也没敢接，见他走后，我才敢默默地离开。结果却看到有混混在欺负人，实在不忍心，就出手帮了一下。结果他居然也在巷子里，似乎还看见了我的眼睛。我惊慌失措，听到他的声音后，却不受控制地亲了他。他的唇真的好软，好甜，就连身上的香味都甜丝丝的。我血液沸腾，发出亢奋的信号。我好想，好想。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我顿时清醒了不少，才知道自己居然强吻了他。我赶紧推开他，落荒而逃。一整晚，我都很难挨，担惊受怕，很害怕他会生气，会不理我。刚在一起就亲了他，我是真的怕他觉得我肤浅随便。第二天，我发现他把我拉黑了，我赶紧去找他解释。我快疯了，越来越喜欢他了，一天到晚脑子里全是他的影子。抱他的时候，一股甜甜的气息钻入我的鼻子，让我心跳一下子就乱了。我体内的某些因子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亢奋，触发了我的易感期。我当时都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跟他说我还有事，先让他自己回学校。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绅士，但我还不想让他看到我眼睛会变成金色的样子。他给我打了视频，我本来不想接的，但还是接了。接通的那一瞬，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的眼睛。我发现我对他真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在电影院里，我摸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好软，像是没有骨头一样。荧幕上出现了接吻的画面，气氛一下子变得暧昧起来。看到前面的情侣也接吻时，我的嗓子一下子变得很干。我也想亲他，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这个时候亲他，他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生气？我变得紧张起来，握他的手紧了紧，脑子里居然脑补了自己亲他的画面，回想着第一次亲他时的感觉。身体顿时一股异样传来。是的，
我再次一赶期了。我躲在卫生间里，心里又着急又害怕。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一有春心萌动的念头，就会触发易感期。他来卫生间找我，要我开门，我不敢，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光是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觉得浑身燥热难耐。我无法想象跟他待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果然，我还是没控制住，又强吻了他。仅存的一点理智让我推开了他，可他还是生气了。我只好委屈地说我控制不住，是真的控制不住。我发了疯了，想靠近他，想和他贴贴亲他，可我才刚和他在一起，我不能吓到他。于是我极力的忍耐不对他做出不好的行为，却还是没忍住和他贴贴。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他没有害怕我，也没有和我分手。我把易感期的事情跟他说了，他问我多久会有一次，我说正常的话1个月1次，不正常的话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其实我没告诉他，我现在这个阶段就像是动物的发情期。我怕和他说后，他更不让我找他了，因为我想每天都看见他。放假后，我提出跟他一起回家拔香菜。路上的时候，我还暗戳戳地想，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让他的父母对我不满意。结果我才刚到，就听到他爸爸说什么，如果不能继承他的香菜地，就不让他和我在一起了。我当时真的都快哭了。明明我才刚到，什么都还没做，他爸爸就对我不满意了。我求叔叔不要让若若和我分手，结果他却问我能不能结婚以后和若若一起继承他的香菜地。我当然是愿意了，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的。怎么办，徐若若？我真的好喜欢你呀！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